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一就对华贸易政策发表演讲，表示美计划与中方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情况、产业政策等问题展开坦率对话。同时，他表示不谋求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，将启动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。他还在问答环节强调，不追求与中国脱钩，而是要在不同的基础上与中国重新连接。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周一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，首次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愿景。他说，美中经贸关系影响深远，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，美中两国如何相处，不仅影响两国本身，也影响全世界。戴琪说，美国政府以前处理对华经贸问题的手段未能解决美方根本关切，拜登政府将寻求以全新、全面和务实的方式处理对华经贸关系。他同时称，美国将联合盟友制定公平的国际贸易规则，并利用所有政策工具保护美国经济不受不公平竞争行为的伤害。And that is why we need to take a new, holistic, and pragmatic approach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at can actually further our strategic and economic objectives for the near term and the long term. 戴琪表示，美方将启动针对性的关税豁免程序，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某些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。他还提出美中两国长久共存的概念，寻求开辟改变美中双边贸易格局的新路径。Beyond our domestic investments in the coming days, I intend to have frank conversations with my counterpart in China. That will include discussion over China's performance under the Phase 1 agreement, and we will also directly engage with China on its industrial policies. Our objective is not to inflame trade tensions with China. 在随后问答环节被问及对美中经济脱钩的看法时，戴琪说，全球两大经济体停止贸易并不现实。Is decoupling of supply chains with China a Biden administration priority? I know there's a lot of talk about decoupling, if we've got a common definition of decoupling. I think that the concern, maybe the question, is whether or no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need to stop trading with each other. I don't think that's a realistic outcome in terms of our global economy. I think that the issue perhaps is what are the goals we're looking for in a kind of recoupling? How can we have a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?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认为，戴琪讲话内容有积极因素，比如谈到再挂钩而非脱钩，中美两国必须共存，以及为中国输美商品给予加征关税豁免。环球时报社评指出，通过戴琪的演讲可以看出，美国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从他们的利益出发，按照他们的思路改造中国是不现实的，他们做不到。他们也对中美经济难以脱钩，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有了新的认识。特朗普政府压垮中国意志的狂妄尝试失败了，中国证明了自己反击打压的强大意志和真实韧性。现在到了美国不得不做出一定调整的时候。他又用了个这挂钩，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说法。他是一个实际操作者，他不像很多要搞什么意识形态呀，或者说是党派之争，他没有。所以这次的话呢，是根据美国现在的情况和中美关系的现实，我认为是比我们预期要好，现实主义回归。所以这样的一种预期呢，我还是认为他有一个说法，就是以实力。以规则，我想我们不怕实力，我们也不怕规则，只要以实力，这个实力就是中美的实力，不是你美国的实力压中国。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的可能是务实的谈判了。有观察认为，美国此时寻求与中国对话，显示其国内压力巨大，贸易战带来的不良后果正凸显。特朗普政府2018年发动全面对华贸易战，原本希望借此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并改善美国财政收入状况，但事实是，更多美国制造业企业并未迁回美国本土。美国关税收入在截至今年3月份的一年里，同比不增反降，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更是被迫增加了生产和生活成本。研究显示，在最严重时期，美方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令24.5万美国人失业，给美国造成1080亿美元经济损失。一些美国商界团体也对戴琪未明确提到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感到失望。美国消费技术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周一发表声明说，拜登政府应当结束这些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税。
此前，约30个有影响力的美国商业团体曾于8月写信敦促拜登政府削减对华商品加征的关税，称关税增加美国民众和企业负担，拖累美国经济增长。此外，根据美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报告，供应链中断和需求强劲正导致美国8月通胀出现30年来最大涨幅。通胀是全球性的，但是美国面临的通胀现在还是比较高的。那明年可能还会是有通胀的，因为它今天面临的，首先一个呢是我们说是暂时性的新冠病毒供应链出问题，然后需求端又旺盛，供求之间失衡，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呢，全球还有一个就我们说的能源价格的上涨，而它的页岩油其实在上一次能源博弈当中是受伤的，所以它恢复不了。而为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，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说，美国的美债它已经高处不胜寒了。实际上，此次戴奇发表讲话前，美国国内已经释放了多次寻求改善中美关系，特别是经贸关系的信号。上个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，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坦诚、深入、广泛的战略性沟通和交流。此后，中美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。9月24日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，他将寻求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，并在中美紧张关系中看到了共同利益。雷蒙多表示，他计划率领美国 CEO 代表团前往海外，包括中国，去寻找商机和讨论长期存在的贸易问题。分析指出，这次戴奇讲话维持了中性的基调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方相向而行的姿态。但另一方面，通关戴奇全篇讲话，其中也不乏延续其一贯的对华强硬表态。戴奇暗示，美国有可能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，包括启动新的301条款调查，强调会使用美国拥有的所有工具对华施压。新华国际时评指出，美方一方面称无意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，另一方面又无视美国单方面挑起对华贸易战引发的恶果，无异于采取补偏救弊的建设性措施。评论认为，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，贸易战只会带来双输。事实早已证明，美国挥舞关税和制裁大棒的做法，既妨碍中国和美国经济发展，也不利于全球经济稳定。拜登政府应牢记前车之鉴，切实做好中美经贸关系这道必答题。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此前在同美总统气候特使克里视频会面时强调，美方希望气候变化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绿洲，但如绿洲周围都是荒漠，绿洲迟早会被沙化。中美气候变化合作不可能脱离中美关系的大环境，美方应与中方相向而行，采取积极行动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。有分析就认为，尽管传统上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，但自特朗普祭出关税大棒以来，这一中美关系的基石问题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如果美方不能将中美经贸关系置于整个大国关系的全面框架下考虑，指望几片绿洲能遏制关系沙化的趋势不切实际，也难以推进。所以我认为呢，现在估三抽是常态了，我们叫非常态下的常态，我们必须做好准备。但从长期来说呢，一定要知道，今天戴奇的讲话告诉我们一个问题，就经贸依然是现在紧张关系的压舱石或者稳定器，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做好准备，跟他进行就是规则制定的谈判和秩序制定的谈判，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核心阶段的博弈，所以我不认为中美关系会回到过去，也不认为像我们前期担心那样可能完全脱钩，部分脱钩，部分挂钩，以中国和美国的实力进行公平的较量。